嗨，大家好，今天的视频内容呢是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新手拍摄的我自己的一些经验，还有一些要用到的设备。那我自己当 YouTuber 呢也有几个月了嘛，所以很想分享一些经验呢给大家。那如果你是一个新手 YouTuber， 或者呢你是没有任何拍摄经验的小伙伴，那今天的视频内容呢一定会对你很有帮助。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始吧。因为今天呢会讲到很多的细节，所以呢我有提前打了一个稿子啊，这样呢防止我会漏掉一些很重要的细节。那对于新手 YouTuber 和很喜欢拍摄视频呢，但是刚刚起步的小伙伴来说呢，选择一台合适的拍摄设备呢是非常的重要啊。那我现在正在使用的这一款呢是来自佳能的 G7 Mark II， 有很多拍摄 Vlog 或者是美妆 YouTuber 呢是很喜欢用这款相机啊。那主要呢是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它的价格。那这台相机呢是4000人民币左右啊。那对于这个价格的相机来说呢，它可以满足你刚起步的所有拍摄的需求。那单从这一点来说呢，它的性价比呢真的就是非常的高了。第二点呢，就是它的体积呢非常的小巧，然后也很便于携带，你可以把它放在包里的任何地方，基本是不占用什么太多的空间。尤其是在户外长时间拍摄、手持拍摄的时候呢，你也不会觉得很累。那第三呢，就是它的操作呢非常的简单易懂，这一点对于女生来说呢是非常的友好，因为它的菜单设置呢非常的简单。那对于一些没有接触过相机或者是刚入门的新手来说呢，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方便。那比如说像索尼的菜单呢，我自己觉得就是你很难短时间呢快速的去上手但是像这款相机的菜单呢，对我来说就是真的还是蛮容易的。比如说我在拍摄过程中呢，会使用到一些基本的菜单设置。首先呢是把上面的这个换挡波轮呢调到视频模式，然后你可以打开 menu 菜单呢找到白平衡。调节白平衡对于新手来说呢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我一般呢是会把数值调到5000K 这个数值，这样呢可以防止白平衡在自动模式下呢随着光线不停的变化。我刚开始呢是不懂得调白平衡嘛所以导致最后拍出来的画面呢光线有的时候或蓝或绿，那这样后期呢就真的是非常的麻烦。然后呢你可以找到照片风格这一栏，我录制的时候呢是都会选择人像模式这样拍出来的人像呢会更好看一些。然后呢你要找到拍摄模式这一栏，我自己是会选择 M 档手动模式对于新手来说呢，你也可以直接使用标准模式去拍摄呢就可以了。最后很重要的就是面部识别设置这一栏，你一定要添加你的面部注册，这样呢是防止在拍摄过程中呢相机无法追踪到你的脸，会导致有很多人的情况下呢很容易跑焦。那当你设置完以上所有这些呢，你就可以开始你的视频拍摄了。关于这台相机的缺点呢，也是很多美妆 YouTuber 会经常吐槽的一点，就是它在给一些产品做近距离像这种展示的时候呢，它真的很难马上去对到焦，就是很浪费时间，你要对很久那如果你是拍摄 Vlog 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就不会很严重。还有呢，就是这款相机没有办法直接连接麦克风。那对我来说呢，我觉得这一点好像就还好吧。但是我自己真的很头疼的一点就是这款相机没有办法边充电边录制，尤其是你在室内拍摄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呢，你真的是需要准备很多块的电池。那你在室外拍摄 Vlog 的时候呢，也是同样，也需要准备很多块电池呢，才能满足你的一个长时间的拍摄的需求。那现在这款相机呢，已经升级到 G7 Mark III 了升级之后呢，它是可以直接连接麦克风，而且呢还支持4K 视频的拍摄。那如果资金允许的小伙伴呢，我建议你可以直接呢去选择G7 III 这一款。关于手机拍摄这一块呢，我自己是会把手机当成一个辅助的拍摄工具你可以就是使用，就是你可以使用一些有趣的 app， 然后加到你的画面中呢，去增添一些趣味性，比如说像我们常用的Instagram 啦，或者是 Snapchat或者是 TikTok 这一类呢，我觉得都是可以的。那三脚架呢，我自己用的是周比的这一款，就是很小尺寸的这个八爪鱼。那我自己是很喜欢用这一款的这个三脚架，因为它就是很方便，而且呢这个尺寸我是买的很小的嘛，就是很小巧的这种。那它连接在这个相机上之后呢，整体的重量呢不会太重这样呢你在室外长时间拍摄的时候呢就不会觉得手这样举着会很累的感觉。
电脑呢，我自己用的是 MacBook Pro 这款我觉得电脑的选择呢，跟你的剪辑软件呢是有关系的我自己是比较熟悉苹果系统的剪辑软件Windows 系统的剪辑软件呢就不是很熟。苹果系统的剪辑软件呢，比如说像有 Final Cut、Premiere、达芬奇或者是 iMovie 之类的。我自己平时呢会使用 Final Cut 去剪辑如果你想要一个就是又简单然后更容易上手的剪辑软件呢，我觉得 iMovie 也是可以的。灯光这块呢，我自己呢是会用到2种灯但是这2种灯都是来自爱图仕这个牌子的。那像我手里的这款大灯呢，我一般会用在室内化妆或者是光线环境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它可以调节色温，就是满足你不同的一个拍摄需求。但是如果你是新手呢，没有太多余的资金去投入到灯光这一块的话呢，我建议你也可以选择我手里的这款小灯呢来做补光。那这款小灯呢，它价格呢是很便宜的，但是也是非常的好用。那像爱图仕这个牌子呢，我自己觉得它各方面的性价比呢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给你的视频呢加入一些音乐，我自己觉得还是非常的重要。你可以根据不同的音乐风格呢去加到你的视频创作中，这样有一个好的音乐呢，好的画面，我觉得会给人一个更好的视听的感受。那像我自己呢会使用到2种音乐，一种呢就是免费音乐。那免费音乐呢，你可以直接去YouTube Studio 里呢去直接去下载。那付费音乐呢，我一般呢是会到这个网站去下载。那这个网站呢，它是需要每个月15美元的费用。付费之后呢，你可以在 YouTube、Instagram 或者 Facebook 这些平台呢去使用。如果你没有了解很清楚音乐这块的话，它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有一个版权的问题。如果你随便去使用呢，很可能当你的视频发出之后 ，YouTube 会对你的视频，就是你有用到这个音乐的这一块呢，会做一个消音的处理，或者呢整个视频会做下架处理那种情况呢，我觉得就还是比较麻烦的那我的习惯呢是平时有听到自己很喜欢的音乐呢，你可以使用 Shazam 去搜它的那个音乐的名字。然后呢，去找到它的版权的归属这样呢，你在视频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去用了。所以音乐方面呢，平时的积累，我自己觉得还是蛮重要的。最后呢是封面的制作封面制作呢，我一般会有2种方法，一种呢就是在我的视频中呢截取一个喜欢的画面呢作为一个封面，还有一种呢就是你可以单独去拍摄一个符合你这期视频风格的一个照片呢，去给它添加其他元素呢做成一个封面但是不管你用哪一种吧，最后呢都需要在Photoshop 或者是 Affinity Photo 中呢去完成。我自己呢是比较喜欢用 Affinity Photo 去制作我的封面。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关于 YouTube 封面上传的尺寸，那它的这个尺寸要求的是1280×720所以你在封面制作中呢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那以上这些呢就是我这几个月当 YouTuber 呢总结下来的经验希望对新手 YouTuber 或者是想要拍视频的小伙伴有帮助。拍摄视频呢也是创作的过程，最终你的想法呢真的是很重要的。就是只要你有想法或者是有创意，你就可以拍出那一个你想要的视频。不管是设备或者是软件的运用呢，其实最终都是一个辅助的工具。最重要的就是你想要拍出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希望这期视频呢能对你们有帮助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给我，那我看到之后呢都会详细的回复。或者大家对今天讲的这些方面的某一些方面呢特别感兴趣，或者想要详细了解一下的话那我也可以后面单独呢出一期这样的视频。好，那今天的视频呢就是这些，那我们就下一个视频见喽。